一群海象你推我搡，来到80米高的悬崖边上，接二连三地跳下悬崖，几百只海象无一生还。这是俄罗斯东北部海岸经常发生的事情。原本应该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象，为何会来到悬崖上集体自尽呢？海象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滩和浮冰上度过的。在海洋中觅食结束之后，海象就会在浮冰上休息。每到夏季，海象就会拼命在海洋中寻找食物，胡吃海喝，为自己过冬积攒大量脂肪。每到秋天，海象就会一起来到海滩上，这个时候它们就已经停止觅食。成千上万只海象挤在海滩上睡觉、晒太阳，靠自己囤积起来的脂肪度过这个冬天。整个海滩上全部都是海象，看起来十分壮观。要知道，海象的体型十分壮硕，成年雄性海象的体重能达到800到1700公斤。人们都说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，很容易被踩死。100多斤的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身形庞大的海象呢？10几万只海象聚集在一起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。只要上了海滩，就很难再爬回海里了。海象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，海滩上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海象的恐慌。聚集在一起的海象无法快速回到海洋中，很容易发生踩踏事件。一些体型较小的海象会被成年海象压死，这个时候它们就只能往悬崖上爬。成千上万只海象聚集100米悬崖上集体自杀，它们为何会聚集在一起呢？海象本应该生活在北极的冰面上，但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，海象的栖息地逐渐萎缩，它们只能前往海滩上生活。这就出现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画面，这些海象聚集在一起，很容易发生踩踏事件。不仅如此，在食物资源短缺的情况下，一些海象会被饿死。这个时候，其他海象想要回到海中，只能踩着同伴的身体。大量海象聚集导致海象中的疾病很容易传播，小海象也面临着出生及死亡的悲剧。不仅如此，聚集在一起的海象对于北极熊来说就是免费的自助餐，但面对这么多的海象，北极熊也无从下口，只能追赶海象，试图驱散它们，捕捉未成年或者落单的海象。只要捕捉到1、2只海象，北极熊就能饱餐一顿了。这个时候，海象为了活命就会四处逃窜，前往更高的悬崖处避难。海象虽然躲过了北极熊的追捕，但它们也面临着被饿死的风险。在饥饿的驱使下，海象想要重新回到海洋中寻找食物，于是朝着大海的方向爬去。但海象的视力在离开海洋之后就会变得很差，一不小心就会坠下悬崖。重达1吨的身体不受自己控制，海象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，只能眼看着自己摔向地面。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象集体坠落悬崖，对其他生物也带来了巨大影响。气候变暖真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吗？由于冰面逐渐萎缩，海象失去了栖息地，只能聚集在海滩上，遇到危险后会前往高处的悬崖，这才导致海象集体坠崖。这本就对海象的种群数量构成了严重威胁。野生海象的交配也需要在冰面上进行，在海象的交配过程中，公海象的身体会在水中，母海象则在冰面上，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交配。雌性海象生出幼崽之后，小海象也需要在冰面上休息。冰面的消失为海象的生活带来巨大不便。受到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的不只是海象，企鹅的数量也开始急剧下降。磷虾是企鹅的主要食物，它们需要在温度足够寒冷的水中才能生活。在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下，它们只能不断往南迁移。为了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食物，企鹅不得不随着磷虾一起向南迁移，而冰面的萎缩为企鹅的迁移带来巨大不便。企鹅原本在冰面上行走，如今海面上出现了大量的浮冰，企鹅在水中的活动受到阻碍，无法快速游动。很多企鹅在迁移过程中被饿死，它们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认为人类的活动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，如今却出现了另一种说法。该观点认为，自然环境的变化才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最主要的因素。在地球发展过程中，气候经常出现冷暖交替变化的现象，气候变暖也是地球历史的正常变化，并非极端天气变化现象。但这种说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。如今很多研究都提出人类活动未必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人类的活动确实破坏了自然环境，而气候变暖只是其中的一个后果。